来吧，一个新的样品玩具。这一回呢，也是感谢淘宝上的黑骑士魔玩，他们家店里边的一个样板被我抢过来了，拿过来咱们玩一下。感觉这个东西大家最近的关注度挺高的，看看这个东西的实物素质究竟怎么样。我还没有开盒子，我也不知道里边怎么样，咱们直播一起来玩一下吧。这一回的宇宙骑士迪波威的这个题材也是拿到了龙之子的正版授权，有说这个厂家的简写叫 SX 的，还有就是直接叫它 Sky Studio 的。盒子的封绘上面可以看到两个造型，这一回的版本里边也是会带替换的这个战损甲的。揪出来这个套皮呢，里边的盒子就可以直接从窗口里看到这里的内容物了，一个本体，然后这里边是武器，这些都是战损的替换甲了。战损甲安装的还是比较多的。纸品方面的一份说明书，不过这个说明书也挺简单的，就是指示你如何去替换它的战损甲造型，然后后边还有什么预告啊，这后边的一些新品。好，白卡斯也有，看来这个东西的野心还是挺大，毕竟拿到龙之子的版权了嘛，这个系列将来以后应该都会补全的。曾经那个年代其实对于动画的审核管控还不是那么严格啊，所以其实宇宙骑士的动画里边的尺度还是挺大的。哇，好重啊！哇，很有分量，应该是合金的骨架，拿起来特别的砸手，掂量砸也得有个1斤多。好了，全部取出来，盒子里的内容物就是这么多了。这回并没有带支架，7个替换手型，武器组，还有全身的替换的战损的装甲片。整体来说吧，质感还是不错的，虽然它是属于合金的骨架，外边是塑料的装甲，但是对于战损上面的这些涂装，还有战损以后的这些伤痕啊，这些细节的刻画倒是都不错的。而本体上边这身崭新的铠甲呢，又属于那种很光鲜亮丽的味道，拿起来非常的重。顺便我们来看一下身高，我一直觉得这个白骑士的画风和宇宙骑士会莫名的像啊。正好这回对比身高呢，也是摆在这里看一下吧。这两款是万代的 SR 超合金，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身高比例，我觉得因为是老物了嘛，大家心里边也有一个大概齐的数啊。其实来说尺寸不算小了，头雕做的还是比较精细的，眼睛是金属漆的涂装，头顶的这一块应该是银色的漆，然后上面压了一个黄色的透明件，里边有一些细节的刻画。脸做的还不错吧，刻线了这些细节什么做的倒是挺还原于动画片里边原著的效果的。胸甲这里不是上的漆，黄色的零件应该是独立嵌合上去的，包括肩膀后边这里绿色的部分也是上面压了一些透明件的。哇，这个骑甲也是可以单独的每一片独立运动的，这个细节做得很棒。这些地方都很尖锐，玩起来还是小心一些吧。这个地方是双段的球形关节，所以可动的幅度还是挺大的。脖子下方这里还有一个双段的球形关节，但是呢，看起来挺大的活动幅度，放在这个脖子的这个碗里边啊，就有一些时候会被局限到，所以它的可动造型还是有一些会被装甲卡到的。玩起来的时候小心一些，尤其要小心这些尖锐的刺的部分。肩膀的部位其实可以跟这样上下的滑动啊，它这地方是一个球形的关节，但是因为这个肩甲的一些造型的局限，所以它并抬不到就是这个180度摊平啊，只能抬到差不多这个角度，局限到了。然后这个大型的球冠呢，根部这里还有一段往出拖的一个轴，它除了这个球冠里边还有一段轴，就可以往前更深了一下，前后的滑动。所以这个肩膀的大球碗呢，就导致了它这个活动范围还是挺大的。360度旋转的时候是带着肩甲一起转动的，注意一下卡住这个边的。二头肌的根部可以旋转，再加上手腕、手肘吧，手肘的这个关节左右也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胳膊肘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但是因为装甲造型的限制，只能举到90度，是一个转轴关节，好像是合金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合金件。
胸口和腰部这里有2段的关节，可以实现弯腰抬胸姿势。左右嘛，稍微的有一点点幅度吧，活动的范围并不是很大。胯部我看看，前踢范围倒是挺高的。哦，根部这里还有一段下托的关节。哦，它的可动幅度就更大了点，会把这个大腿甲稍微的延展开吧。但是侧踢呢，差不多只能踢到一个45度，裙甲跟屁股上边这里卸下来。后踢幅度也挺大的，大腿根部这里左右能旋转，膝盖的位置是双段的关节，膝盖可以踢到很高的幅度，包括前边这里其实有一个小的零件啊，进行一个造型，或者说是挡肉吧。脚踝左右接地范围还是挺广的，包括前后摇摆，脚尖这里的一个活动轴，脚尖这里做了2段的关节，它在这儿还有这儿都有一段，可以抬起来。咋说呢？感觉检查了一下关节啊，其实作为一款成品合金的玩具，这个可动的分数也就是个及格吧，并没有做到那种太大面积的超可动啊。有一些地方还是玩起来小心一些吧，毕竟身上有很多尖锐的地方，再加上这个可动摆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些角磨掉了。大腿上边的这块装甲，你在活动腿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一点。然后是刚才我们摘下来的这个后裙甲，把这里翻一下90度，这里会出现一个 C 型的扣子，我们可以把它卡在小臂上。掀开2个肩胛，里边的电池开关打开以后，2个反物质泡是可以发光的，绿色的光源。其实它里边只有1个灯啊，并没有说像4个一样，所以呢照的不是太匀称吧。不过加了灯组以后效果会好看很多啊，挺漂亮的。包括肩胛里边也有一些小细节的刻画。本身来说这2个按说明书里的话是可以插在一起的，但是呢这个样板件上边它装了2个同样的，也就是说2个公头没有母头，插不起来。而且这个柱子是个铁的合金件，它为了结实啊，就有点可惜了，中奖了嘛，这个东西就不能完全的搭载起来了，所以手上的武器呢只能握一面了，不能握成那个双面的造型，这就有点尴尬了，是不是？灵魂没有了。所以呢，现在这一身装甲上边的一些卡扣的咬合，我觉得还应该再修正一下吧。毕竟现在样板的阶段还不是最终大货的素质嘛。它为了装这些战损版的装甲的话，有一些卡扣做的还不是太紧。也之前黑骑士还跟我说了一下，说这个样板件可能会松一些吧。反正到时候还得看它大货的素质。手上的这一款装甲插的不是太紧，把玩的时候比较容易掉下来。样子做的是没问题的，首先这个造型来说还是挺还原的，也是毕竟拿到了龙之子的版权嘛，再不济人版权在那儿放着，一些原设定了什么的，完全可以拿来照用的。造型很好，其实拿在手上还是挺有分量的，质感也不错。就是唯一的毛病啊，现在的这个卡扣的松紧度，看大货的最终素质吧。但产品设计上边的一些小问题，就是我觉得可动性上边如果幅度再能调大一点的话，这款迪波威就更好了。接着我们来替换一下它身上的这些战损装甲吧。盾牌摘掉，先把脑袋撅下来，把这2个刺卸下来。面颊，里边黑色的这一块是纯合金件，铁疙瘩，怪不得这么重啊！哎，刚好这2个合上以后，这里会打破了一个洞啊，感觉会被剑刃划烂的那种。这个应该就是从这里擦伤了一下，上方这里打了个窟窿，所以前方的这一片装甲还不是特别的烂，还没有被打碎了完全。这块把尖儿都打没了，
卡烂了，伤在这个地方，好危险的，离要害只差那么一点点距离了。把这2个铁疙瘩揪下来，这2个膝盖甲是合金件，敲起来当当当当的。但是战损的这2块就是塑料件了，也是为了方便涂装效果嘛。这个是分左右的，有写 LR， 在屁股上。换上了这身战损的装甲，效果其实还是挺好看的。受伤的效果啊，包括装甲被打烂了以后烟熏的效果，身上的一些脏涂装，还有里边露出来的一些内构，其实做的点睛的都是效果不错的。还有那种金属被高温融化掉，或者说是打破穿破以后，尤其这一个肩甲这里啊，上下2层结合之处还有这个硕大的双口。然后另外的这个飞镖呢，它应该是插在，就比如说卡在盾牌上边了以后啊，这里会有一个小洞。但目前来说呢，这个样板件的尺寸可能有点不对啊，这个铁丝穿不进去，孔太细了，而且你只能插在这个战损的屁股甲上边或者盾牌上边吧。完好的这个上边是没有窟窿的，所以这里是插不上去的。刚才我们把玩一圈下来以后的感受吧，整体来说，不论是造型还是用料的材质，我觉得都是挺棒的。造型自不必多说了，这回拿到了龙之子的授权，它有一些细节雕琢的还是非常到位的，也是比较漂亮啊。整体的来说还原度很高了，尤其我很喜欢肋下这一块的这个像是鱼鳃一样的鳍甲。然后就是整体来说的一个美型优化，尤其战损的这一身美型，我觉得会更有味道吧，尤其像最终 BOSS 战士后的那种感觉了。装甲的扣合度啊，现在手上的这样样板件还是比较松的，几乎每一个卡扣我觉得都应该再精细的调整一下吧，看看大货出来了以后这些卡扣能不能再调紧一些吧。反正黑骑士之前跟我说这个版本现在手上的这个样板件卡扣应该还是在调整中的，大货的时候应该会调紧一些，尤其是头上这2个刺左右的2个扣子，这个地方相对来说要调得更紧一点吧，因为你在脖子扭动的时候尤其会绊到吧。不过用料的材质嘛，这个刺还是比较有韧性的，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容易断的那种。总的来说，最后还是感谢一下黑骑士魔丸吧，把手上的这一款样板拿过来，咱们直播一起玩一下吧。那么这一款 Sky Studio 出品的宇宙骑士帝国威大概就是这样了。